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斯拉。身为一个工程师，生产力就是我的战斗力，所以我很喜欢看一些提升生产力的书。其中我最推荐入门的呢，就是这本《深度工作力》。作者卡尔纽波特是一个电脑科学教授，他用非常理科的逻辑思维，把各种理论、例子、策略都讲得浅显易懂。那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呢，我在职场上的生产力完全炸裂喷发，所以我真的超级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，一起当个有深度的人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，一起笔记起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我的 IG 哦。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帮助呢，是让我第一次对分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其实分心的本质就是想要逃离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有点难、有点烦，让你觉得无聊，你才会想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嘛。如果你今天在跟李多慧约会，然后呢，手机突然跳出摩斯拉新的影片通知。那你会跟李多慧说 ：“OK， 不好意思，我必须要分心去看摩斯拉的影片。”不会嘛？谁会？推定。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很难搞，有点无聊，觉得很烦，那这时候手机跳出一个 IG 通知，或是视窗跳出一个 mail， 你高几率马上就分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的大脑会遵循最小阻力原则，会倾向去做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，像是滑一下手机啊，无脑的回一下 mail 啊，这些对大脑来说阻力太小，太容易了。所以分心呢，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，而且跳去处理做另外一件事情呢，会让你比较有新鲜感，觉得好像比较不无聊。然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其实也很奇怪，好像我们工作越忙碌，一直加班就等于越有生产力，那一直去回复 mail 呢，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棒，一直在做事情，好像很有产出。这些分心呢，长期下来会让你的心智肌肉被训练成习惯性分心，会变成很难集中专注力。所以作者就认为呢，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浅薄的时代，深度工作能力是越来越稀有。但是也因为稀有，所以就是个人成功的关键能力。那深度工作呢，是指说在免于分心的专注状态下进行职业活动，把你的认知能力呢推向极限。像是心理学大师卡尔·荣格、比尔·盖茨、J.K. 罗琳都是深度工作的代表人物。从深度工作的定义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其实就2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抵抗分心。第二个是要高度的专注。书中有提到几个抵抗分心的具体策略。第一个策略呢，是我们可以帮自己安排允许分心的时间。刚刚已经讲了，分心呢就是人类的天性，我们没有办法消灭它，但是可以跟它共存。比如说在工作上，你可以规定自己每15分钟上线一次检查信箱，那其余的时间呢，就绝对不要用网络，专心做你手上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种主动的去抵抗分心，是很好的专注力的训练。第二个策略呢，我们可以练习生产性冥想，做法是花上一段你会用上体力，但是不需要用上脑力的时间，来集中注意力，而且单一明确的深度思考。那比如说我自己会在慢跑的时候去思考影片的讲稿，那这不是因为我是工作狂，是因为单纯跑步对我来说就很无聊啊。那无聊的时候呢，大脑就很容易开始分心，想东想西的，所以借由把注意力拉回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上面，那这个也是在强迫自己有意识的去抵抗分心，那是一种很好的专注力的训练。其实我是觉得冥想蛮难的啦，那一开始做呢可能会有点挫折，但是确实非常有用哈，我们一定要坚持的练习看看。学会抵抗分心之后呢，就可以学习要如何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。你有没有过一种体验，你全神贯注呢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然后你完全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存在，效率跟创造力都狂暴飞升，等你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但是你完全不会觉得累哦，还觉得有点幸福这样。那这个体验呢，有个很浪漫的名字，叫做心流。心理学大师米哈里教授研究发现呢，当我们处于心流状态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可以完全的利用你的心智资源来解决眼前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的工作效率、创造性跟幸福感呢，都会大幅的提升。那以现代人的话来说呢，就好像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全集中呼吸。深度工作呢，就是我们要在工作中让自己进入心流的状态，我也把它叫做全集中工作之呼吸哦。好，那进入深度工作呢，也有几个策略哈。第一个策略叫做安排工作日的每一个分钟。如果你任由一天的时间流逝，没有做任何的管理，那你很容易就会变成瞎忙哥。所以我自己每天开始工作之前，我一定会思考，如果我今天只能做3件事情，那我要用怎么样子的顺序，花多少时间，
具体如何完成这些事情。那如果有的时候计划就赶不上变化，没关系啊，时间规划其实完全是可以随时调整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呢，是一个养成深度思考的规划习惯。第二个策略呢，是确认自己浅薄工作时间的比例。浅薄的工作呢，就是一些不太需要花深度的脑力去做的事情，像是去参加一些旁听的会议啊，固定的检查 email 啊，写例行性的报告啊，这种日常有固定流程比较简单的事情。那我们可以去记录自己深度跟浅薄的时间比例。如果你发现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做浅薄的工作，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思考要怎样改进浅薄的工作效率。那如果你都已经改进完了，发现还是很多浅薄的工作，那就要去找你的主管讨论你现在的工作分配要怎么调整。那第三个策略呢，叫做大动作投入深度工作状态。J.K. 罗琳在写《哈利波特》完结篇的时候呢，找了一间超爆贵、一间很像霍格华兹城堡的5星级饭店，住在里面呢，每天光是呼吸就是在烧钱。但是这个呢，让他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，最后呢，就在饭店完成了结局《死神的圣物》这本书。希望初阳姐姐呢可以看到这一段。如果让我住1个晚上几万块的饭店，写程式，我保证呢，我的工作刷刷刷有如神助哦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叫做谢克曼，他为了写一本书，订了一张从美国到日本来回的商务舱机票。去到日本之后呢，只在贵宾室喝了一杯咖啡就飞回来。但因为在飞机上，他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所以在这短短的30个小时内呢，他可以完全的进入深度工作，咻咻咻就把一本书给写完了。那这些例子呢，不是叫你一定要花大钱，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于大动作，宣示自己要认真投入的这个心理暗示。让你的大脑将工作目标推向心智的最优先地位，就越容易进入心流。那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策略，叫做下班后停止工作。你可以想说讲什么废话哈，但是你先听我说哈，因为人类一天的专注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一天能够进入深度工作的能量也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，才能回复深度工作所需要的能量，对吧？但是心理学中有一个柴格尼效应告诉我们，对于那些未完成的项目呢，我们的心智会一直无法放下，很想要赶快把它完成。那这样其实会造成我们晚上无法好好的休息去回复能量。所以下班的时候呢，我自己会做一个关机的宣告，去盘点我今天自己完成的事情，然后规划明天要做的事情，然后跟自己说，我今天真的做得很棒，然后明天的事情呢也已经规划好了，那剩下来的事情呢，我们就明天再说吧，就这样下班。那经过这个关机宣告呢，还有为明天的目标做规划，可以让我们去释放心智，让专注力好好的回复，明天呢就可以再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。深度工作是指说，在免于分心的专注状态下进行职业的活动，把你的认知能力推向极限。2个最重要的核心能力，第一个是抵抗分心，我们可以帮自己安排允许分心的时间，也可以练习生产性冥想。第2个是高度专注，要让自己进入心流的深度工作状态。你可以安排工作日的每1分钟，去确认自己浅薄工作的时间比例。你可以大动作的投入深度工作状态。最后呢，一定要学会下班后停止工作。深度工作力呢，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必读的第1本书，而且特别推荐给工程师朋友们，因为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模式呢，还有思维非常接近，非常有用。那如果你跟我同公司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认亲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抽出3位留言的同事呢，送你1本，希望以后你也可以再帮助其他人。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的片头语中说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。卡尔纽波特说，现在是一个浅薄的年代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选择深度的工作，深度的生活，做一个有深度的人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这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你可以按个喜欢，留言告诉我，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。